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面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的美漫辛普森一家第16季第9集。辛巴又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眼看比赛进入到白热化阶段，他一激动，将空气拍进了零食堆里，然后就被狗子误吞了。直到不小心换了台，他才发现不见了。大家见他大兴土木，都跑了过来。通过狗叫换台，辛小妹判断出遥控器应该是被狗子吃了。闻此，辛巴马上抱起狗子，想强行让它吐出来，可惜最终失败了，还将自己卡在了送信门上。更不幸的是，辛妈的姐姐们刚好来拜访。这下可算被他们逮到机会羞辱辛巴了。小新踢了辛巴一脚后就去看电视了，刚好上面说顶尖说唱艺术家要来春田镇，这次全明星演唱会名为为生活而谋杀。观看了明星阵容后，小新很高兴，因为他喜欢的黑便也在其中。紧接着辛小妹走了过来，兄妹俩就说唱硬的词汇使用吵了好一会儿，才以小新吃瘪而告终。不过他对于说唱热情倒是一点也没减，立刻就去找辛巴要钱去看演唱会。对于儿子的请求，辛巴一如既往拒绝了，不过也说不花自己的钱就可以随便小新去与否。小新最终还是搞到了一张票，然而就当他准备去看演唱会的时候，辛妈叫住了他，他不同意儿子去。在辛妈看来，说唱崇尚暴力，自负还满口脏话，无论怎样他都不会让儿子去学坏。小新又生气又委屈，明明爸爸都同意了，谁知辛妈一开口，辛爸也临时倒戈了。他用说唱的方式向儿子解释了一遍，你只得到你爹我的同意是没用的，因为只要你妈妈反对，我就得转移阵地。小新看着爸爸妈妈沆瀣一气，只得盖住头，失落的回房间去了。但小新依然没有放弃去演唱会，既然能自己买票，他觉得自己就是成年人了，于是就跳窗离开了家。小新来到距离舞台最近的地方观看偶像的演出，这时歌手的话筒不小心从手上滑落，刚好就被小新给接住了。于是他就让小新将麦克风还给他，还唱了一大段，说小新是个小孩子，不会用麦克风。虽然是为了活跃现场的气氛，但小新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在众人的目光下，他也说唱了一段回敬。演唱会结束后，黑便送小新回家，在路上他还遇到了柯蒂斯·杰克逊，他询问小新愿不愿意参加他的世界巡演。小新很想去，不过想到还要上学就拒绝了。到家了，分别之际，歌手送小新一件 T 恤，小新穿上这件衣服就朝着家门走去。没想到经过窗外的时候，发现爸爸妈妈在客厅争吵，他们断定儿子是去看说唱会了。辛爸表示，如果真的是那样，他一定会将小新胖揍一顿。听见皮带和手掌接触的清脆响声，小新顿时失去了回家的勇气，转身就爬上了树屋，将 T 恤随意丢弃在屋外之后，小新写了一封信，接着一块包裹着纸张石头就飞到了辛爸辛妈面前。打开一看，上面写着：我们绑架你们的儿子，想要小新不受伤害，就按照指示做。看到这些，辛爸已经能够想象到小新将会被何等恶劣对待了。看着辛爸崩溃趴在地上哭泣，小新知道自己的计谋得逞了。第二天，电视台报道小新被绑架新闻，肯特采访了受害者辛爸和辛妈。辛夫人，你有没有觉得悲痛难当，恨不得没生过这个儿子？失去小新，又听到这样恶毒的言语，辛妈哭得难以自持，最后还被肯特忽悠的打了个广告。警长向各界媒体发表声明，小新一定会被找到，因为他将亲自负责这起案件。听到警长的豪言壮语，媒体们忍不住嘲笑，是不是应该直接准备葬礼了？面对他们的恶意，警长慌忙解释，我是能侦破案件的好不好？野鹰仔又在公园里玩飞盘，没了小新的陪伴，他只能一个人扔来扔去。就在他感叹没有朋友，飞盘都没有意思时，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，只见小新从滑滑板的顶端滑下，吓得野鹰仔慌忙查看四周，绑匪在追你吗？小新将真实的经过告诉了好基友，及所有的事实都是由他杜撰出来的。看到警车经过，小新拉野鹰仔藏了起来，并告诉他自己需要个地方藏身，直到风头过去。野鹰仔为他提供了一个地方，那就是他爸爸的公寓，没人会去那里。接着野鹰仔就将小新带到了那里，目光所及之处是一片狼藉。野鹰仔告诉他可以藏到自己的房间，他的爸爸正在工作，不会发现小新。另一边，警长对整个案件毫无头绪，看着墙上贴着他过往的黑历史，警长有些泄气，看样子他真的很失败。万分郁闷之下，他掏出一瓶糖浆，淋上薄饼，又开始大吃特吃，之后就进入了梦乡。没过多久，他又听到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，目光搜寻一番，才发现是电视里的巴尼·费夫。他说自己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，是因为每个佩戴勋章的人基本都曾自我怀疑，但现在到了上街搜寻罪犯的时候了。得到了费夫的鼓励，警长不再颓废，是时候做些警长该做的事情了。警长来到了辛普森家，在电话打来之后，启动了监听设备。这个电话是绑匪打来的，他表示想要保证小新的安全，就必须照他所说的去做。辛巴说自己不信，除非能寄一段指头过来。辛巴受不了丈夫的胡说八道，
抢过电话之后，就哀求绑匪把儿子还回来。听到妈妈抽泣声，小新也装不下去了，只得安抚她，说自己很好，还说如果新妈太担心自己，绑匪就会杀了她。听见自己的安慰，让新妈哭得更凶了，小新有些手足无措。这时眼镜男回来了，小新只得飞快地挂断电话。警长得到这段录音之后，就马上拿去实验室分析了，仔细听了好久，他发现小新旁边有噪音，将它单拎出来再听一遍之后，警长有种莫名的熟悉感，认真回想了一下，他找到了答案，爆米花就是那个他最喜欢的品牌，平价喷喷爆米花。确定了牌子之后，警长们来到了快易买超市。阿普得知警长要找的物品有些惊讶，毕竟这种爆米花是所有种类中最差的，购买的人也很少，只有警长和眼镜男。果然，在警长破门而入的时候，爷爷男正窝在沙发上吃爆米花，他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的时候，警员已经将小新带了出来。银仔先是什么也不知道，加百口莫辩，只是小新告诉警长，他是个好人也毫无用处。警察将小新送回家后，全家都非常热情地迎接了他。警察局内，警员也对警长十分佩服，说自己不该对老大这么没有信心。为庆祝警长终于成功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，春田镇展开了一场盛大的游行。银仔也在仗义的队伍中，他几步走到小新的旁边，是你让我爸爸关进监狱的。他要求小新必须要采取行动，将他爸爸放出来。看着好朋友被众人踩踏而过，小新有些动摇了。督察警长办公室，警长正在准备定做新西服，他如今升了一级，已经是督察了。这时，小新来到督察面前，自顾无人之后，他说出了整个绑架事件的真相。得知这是一个骗局后，督察没有生气，而是恳求小新不要将眼前这些从自己身边带走。他害怕儿子对自己失望，小新也不想，可他担心银仔的爸爸。督察告诉他，完全不用担心眼镜男，女人们就爱有名的罪犯，他现在可是个抢手货。所以在这件事件中，每个人都是赢家。听了督察说的话后，小新彻底放心了。一天，新小妹趴在院子里看书，突然叽叽喳喳鸟鸣声引起了她的注意。爬上去后，她才发现这里有件演唱会的 T 恤，她立刻明白事件的真相，将自己的推论告诉辛爸后，她并没有立刻去找小新算账，而是转身就将他扔进了壁炉。新小妹无法理解辛爸为何要这样做。辛爸告诉她，好莱坞制片人已经付钱买下小新故事的版权，所以他必须要消除所有说那个故事不真实的证据。既然爸爸不靠谱，新小妹又找到了校长，她希望校长能够帮她揭穿小新的谎言。思考之后，校长答应了，毕竟扳倒小新的机会千载难逢。他们合作不久，警察们就将小新试图揭示骗局的消息告诉了新上任的督察。看着楼下新小妹和校长翻翻找找的，督察的心中升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他召集所有获利的人，告知了现在的情况。本应是受害者眼镜男非常不想离开，因为这里不仅每天能吃3顿饭，窗外还有一群疯狂的迷妹。督察才升官，也不想这么快就被打回原形。小新见大家都有些不理智了，忙告诉众人，新小妹要扳倒他们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证人证明自己去说唱演唱会了，而他刚好知道那个人此时在哪里。于是大家就浩浩荡荡出发了，打算去隐藏线索。可惜他们晚了一步，新小妹和校长已经抵达了黑便的住处。他们询问是否能够观看上一次演唱会的录像，黑便没有拒绝，就让他们领了进去。看到小新也在台上表演，就已经证明他说谎了，更别提歌手们身上还带着演唱会的具体时间。此时督察一行人也赶到了这里，他举着枪威胁对方将演唱会录像带交出来，但很明显他低估了这群歌手的实力。督察很绝望，看样子他们的骗局被戳穿是板上钉钉了，自己以后可能只有回家跟老爹一起卖彩带了。小新几步上前，走到歌手们面前，为什么要把这事讲出去呢？没有人因此受害，而且大家因为这个骗局过得更开心。新小妹不同意哥哥的观点，她说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，妈妈曾告诉过她，真相是不可能被掩盖的。见新小妹揪着不放，父子俩都过来劝她酷一点，不要那么死板。辛爸更是手无足蹈，然后将电视给弄倒了。这一变故直接让歌手们将枪口对准了他。黑便忙让伙计们把枪放下，他对众人说，有的时候事实既不是纯黑的，也不是纯白的，而是一种微妙的灰色地带。当公正之路被不确定性模糊之时，只有一个解决办法，那就是疯狂派对。看着眼前这群疯狂的人们，新小妹很不理解，为什么在目击了腐败和欺骗之后，他们还有心情参加派对。辛爸告诉女儿，这个世界很复杂，当你彻底了解它之后，抱膝跳水。真实是否有值得追寻的价值，尤其是当发现它能让所有人获益之后。小心虚构的绑架让所有人卷进这场事故的人都获得了意外的好处，那也许是他们无法依靠自身努力能够得到的。但看似完美的背后，是否真的不曾有过任何的受害者呢？且不说因为牵挂儿子终日提心吊胆惶恐不安的新妈，就是那些崇拜警长的民众，也不过是崇拜了一个虚幻的假象。他依然没有为人民做成一件好事儿，顶多成为了小新游戏里的赢家。然而在无脑狂欢的时代，有多少人在意所谓的真相呢？被欺骗愚弄的民众自身都毫不在意，新小妹们的坚持也不过是徒劳而已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次见，拜拜。